欢迎玩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现在哇，100万人上街要反川普啊！现在美国是不是内部大乱呢？因为全美啊数百万人响应无王日，抗议川普的强硬政策。路透社报道说啊，主办单位预估哦，截至当天结束哦，有超过100万人在各大城市、小镇跟郊区举办的2000多场的这个集会，而挑战川普啊，自从就任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来重塑政府。然后颠覆民主规范的施政方针。那现在呢，美国政府的停摆成为史上最长，那不确定性呢升高，要冲击什么呢？经济会受到影响。现在包括了政策研究的公司和分析师指出说，要结束政府停摆，如果没有白宫积极介入谈判的话，那就是要民主党让步。那目前看来，这两种情况都没看到发生迹象，然后这次关门呢可能会造成史上最长的一次。那随着呢，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进入第18天。国家和安全管理局哦，还有联邦法院等系统哦，部门大量的工作人员都被迫无薪休假哦，所以呢，势必接下来会有反弹更大的声音出现。那已经停摆18天了，将严拟冻结啊110亿美元的这个民主党的州项目。那现在呢，这个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的主任就说了，预计要冻结110亿美元的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在民主党的这个执政州大量的这些基建项目哦，开始要做这动作了。那现在呢，华尔街呢也在做一些压力测试中，华尔街的恐慌指数啊创下了6个月以来的新高。美股呢3面开战，因为美中贸易啊紧张再燃，再加上美国财报跟通膨的数据延后，让投资人的情绪紧绷，华尔街波动剧增。那美国的这个财政部数据啊出现大漏洞了，现在美债最大的买家另有其人哦。这个美联储蓄的这个研究人员就说啊，截至2024年底啊，这个开曼群岛对冲基金的持有的美国的国债比规模可能比美国官方的报告还高出了1.4兆美元啊。那开曼群岛呢，现在是目前美国最大的海外债权人，那规模已经超越中国、日本跟英国了。那现在你看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川普还在想什么？还要想说要斥资2亿美元来建造白宫的宴会厅吗？而且还要盖美版的凯旋门哦。川普直言这些东西啊，都是为我建造了哈，为我建造人，把自己当皇帝了。好，那为了要建造这东西呢，要花2亿美元，他是怎么样呢？赶快找一些企业大亨啊，来募款啊，包括什么？包括这个亚马逊，包括苹果，包括 Meta， 包括 Google， 通通都在里面哦。要这些人这些企业呢，通通来赞助我川普来建这个东西。所以呢，现在是不是等于现在跟企业讨钱的一个情况呢？那问题是现在拉美也爆发反美潮啊。川普称美军摧毁一艘啊载有毒品的大型潜舰哦，这潜舰会载毒品，这也是蛮厉害的。好，女院长说，我很荣幸能够摧毁一艘大型的运毒潜舰啊。该潜舰正在沿着一条众所皆知的贩毒中转路线驶向美国。好，那情报部呢现在确认了这个潜舰载有毒品，而且船上面有4个人都是毒贩，其中2个人被打死，另外2个人幸存的情况。好，另一个方面这个美国加大施压，委内瑞拉呢宣布要扩大军演规模。因为现在委内瑞拉以全民备战的姿态回应美军的威胁，而且要训练平民成为民兵。说因为我们要防御美国的这些威胁是必要的措施。那范斯呢，现在也试图让他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在无工资的情况之下呢，跟委内瑞拉战争中呢要保持快乐，说这个要记得这个传统直接的说忠诚、荣耀、胜利的传统，你们只要记得这些传统的话，国家就会安好，继续战争，铭记历史，信心喊话的概念啊。那现在美国跟委内瑞拉关系紧张美国大使馆警告说，远离美国政府的设施。外媒说，这个蛮罕见的这个是美国驻千里达吉托巴哥大使馆说今天已经警告了美国的民众，说不要靠近加勒比海岛国的美国政府的设施，怕你们受到影响。那美联社也报道说，这样子的情况非常罕见啊。不过大使馆并没有具体说发明这个警告的原因，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心知肚明。另一方面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呢，现在也出现了反川普的示威结果失控民众不得了拿着弓箭射击美国的使馆呢，结果造成了4名远警受伤。不知道是拿弓箭
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美国大使馆外呢，一场反对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示威活动演变成暴力冲突。那示威者呢就用弓箭、燃药装置跟爆裂物来攻击使馆，造成4名远警受伤。好，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100万人在无王日上街反川普，其实看起来美国的这里面的局势一团乱呢。其实川普上任以来，对他的抗议就一直没有停过，是在美国各城市大大小小不断的在发生。那显然川普也没在管，你们再多人游行，我当作没看到。反正他只要巩固他自己的支持者就好。那他现在支持度在美国的各项民调显示，支持度大概就只在40%上下，甚至还有做到30%几。是，但川普显然吃了秤砣铁了心，我管你的，反正因为他没有连任压力嘛，所以他就是还是持续照他自己的目标走。那现在这一个的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也是一样，也就看起来为什么各方预测这可能会造成史上最长，因为上次是30几天嘛，对，那这一次已经18天了，对，可能会拖到比上次更久。为什么？因为川普显然不想让步，他就想说，反正你们这些民主党人如果不让步的话，那我就跟你硬干到底啊。对，而且他也借这个机会想办法把所有他不喜欢的人一个一个都干掉。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居然把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视为他的一个契机哦，这其实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那如果他是保持这个心态，民主党又不愿意轻易让步的话，很可能会拖到超过1-2个月以上。是，那这个对美国的经济跟整个社会绝对会造成重创。那可是川普大概不会去管这些啊。那问题来了，他现在就是好，你民主党要卡我，对，那我就先反过来先卡你。对，他除了裁你的人之外，现在连你跟民主党相关的州的这些基建，我全部给你停掉，把你的钱全部扣着，反正我握有这些权利，我就是不给你，我看你能怎样。对，所以这个就要测试民主党的压力承受度到底在什么地方。是。那至于说美国的股市，刚张将军也听到，他今年到现在还是莫名其妙乐观，还一直在上涨。对，所以到底会涨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之间崩一下垮下来，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对，投资人恐慌啊。所以你就看到了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美股一直在高升，可是呢，黄金大家也跟着买，是因为大家也觉得很危险，好像应该做一些避险的设备。那更奇怪的就是这个开曼群岛，开曼群岛就是悄然无声的，默默的在买美债。越买越多了，对，他现在已经买到1.8兆美金了，已经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的国家。是，那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而且美国财政部登记这边只有4000多亿而已，他实际上超出了1兆4千亿。那他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多？那这个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其实大家也都在看。然后川普当然没在管，你看他这个人就是个好大喜功的人嘛，所以他还是管你的。剑凯旋门哦。对，我还是要去见能够让川普青史留名的东西，这就是川普的作为。那但是我现在觉得很怪的就是，他在加勒比海这边到底在干什么？对，他派了8艘军舰去，然后又派了海军陆战队，然后一直在那边不断的说要打击毒品，可是打击毒品需要用到美军吗？这个是很怪的一件事。然后他一直不断宣称说今天又集成了哪一艘船，现在又说集成潜艇。大家不要以为毒枭有潜艇很稀奇，毒枭很多人有潜艇。哦，那比台湾还厉害。对啊，因为他们就是为了运毒嘛，是，所以他们去做了很多艘潜艇。这个是之前有过潜力的。但可是问题是，他每一次说集成了毒枭的这些船只的时候，都没有提出任何证明。他只有他们单方面说那是毒枭。那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对，而且你有什么必要派一支美军在这个地方长期执行任务？然后你也不是要去进攻委内瑞拉，可是你又待在那个外海，然后就不断的对毒枭攻击，这为什么不让海岸防卫队来做不就行了吗？所以这是很怪的一件事情啊。那现在据说他们那边也是内部意见不合，然后甚至他军队内部也是人心惶惶，因为在这边做这种莫名其妙任务做太久。那至于说南美洲这些国家反美，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只是说现在看起来冲突进一步扩大，全民皆兵了。对，甚至还有直接用弓箭来攻击的，这个倒蛮稀奇，这个蛮可怕的。对，这个其实弓箭也是有它的危险性的，所以当你出现这种类似流血冲突的时候，就有可能让情势更进一步升高。是，那到时候美军怎么去面对这些局面，就要看川普有什么反应。好，请教李教授。对啊，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关切啊，美国会不会对这个委内瑞拉动武啊？对，那的确就像刚才所说哈，如果你的目标是针对这些这个毒枭哈，就是走私，那可是看起来你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军队部署啊，那感觉是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大炮打小鸟，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我觉得，因为美国啊，从2战结束后到现在，的确很多对外动武的经验，我们可以稍微看看，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啦。因为大规模动武太多了，是韩战啊、越战啊、91年第一次伯安战争，03年攻击伊拉克，第二次伯安战争，911事件之后这个攻打这个阿富汗，这些是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总统需要得到国会的一个谅解或是同意，因为国会要拨款。是。那有些时候它是出动很大规模的空中攻击，比如说90年代的科索沃，或是2011年攻击利比亚。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有些是美国出动有限度的军事武力打击，而且出动到地面部队，有没有这种机会？有，比如说雷根时期的格瑞纳达，老布希时期不是那时候弄巴拿马，把巴拿马的军事强人诺瑞加逮到，第一次格瑞纳达出动7000人。这个巴拿马美军是动用到27000多人，都是地面部队。对，克林顿政府时期原本要对海地动武的那个海地军事政变，那最后因为外交奏效，所以大概几千名的陆战队派到海地。那就要看看那现在呢，我们要注意到川普啊，川普的基本逻辑是他不轻言动用武力的。而且如果有选择的话，大部分从川普1.0到现在，他目前所动用武力的记录都是空中打击为主，少部分动用到地面的特种部队。比如说1.0的时候很清楚，伊拉克、叙利亚最明显，有时候阿富汗、也门有用过。2.0从1月份到现在，大家印象最深的是对于伊朗6月份的打击，那也有对也门的胡塞组织有打击，但是都是透过空袭。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巡弋飞弹、精准打击、无人机等等等等，这是川普最直接而且大家最习惯看到的状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会为了委内瑞拉而动武吗？就要理解他，那你的目标是什么？是你的政治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最关键哈。当你打伊朗的时候，很清楚，他不是要推翻伊朗领导者，他很明显就是要把伊朗的核子的能力往下铲除到最低。让他退后个20-30年。对，那你对委内瑞拉，你对马杜罗，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因为川普基本上他的这个 MAGA 这一派，他们是非常反对美国透过动用武力造成其他国家的政权改变、推翻政府，他不喜欢这样做的。是。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用这样的军事的压力对付马杜罗？我觉得有种他真的很在乎走私。第二，我觉得他希望能够展现美国的强势，还有对内的一个政治的效果。所以目前看起来，真正动用武力，目前看起来征兆还不是很明显。是，就做个动作来安内就对了哦。然后请教张将军怎么看呢？我认为川普面对他这些国内的这些示威游行的这些活动，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哦，他会有压力哦。我认为他会有压力。为什么？你现在10月底万圣节到了，大家都要开始有这方面的。民生的需求啊，那下个月的11月感恩节要到了，再来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啊，它一系列的，你这样的话，你还贸易战继续打，那这个物价那么高，相对的腾贵，你一般的中下阶层怎么过？是，那他就起来示威游行嘛。当然，这些示威游行州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讲的民主党的州，因为你共和党你就是共和党嘛，然后民主党州，那这样的话，那就给川普会不会有？我认为他还是有压力。你看民调的这个压力，他的民调的压力，他会逐渐在下降的话，你看他现在动用那个国民兵还有军队到以维稳的名义到那个民主党的州去，是民主党会怎么看？你为什么到共和党的州，你到我民主党的州是什么意思？太明显了嘛！你的针对性，这个针对性太强，会造成中间选民他会起来，他会你这个你做过头了，会反感，因为美国是对，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你做过头了，中间选民他就跑掉哦，会这个样，因为中间选民是稳定社会最大的力量，中间选民，没错，他会这样看。那第三个，他现在搞这个凯旋门就是好大喜功。那凯旋门，那美国他不是有那个法国送的那个自由女神，1886年啊，他因为美国独立革命嘛，是成功了嘛，那个那留在那边，看到那里是不是具有一种地标性？那美国的总统山呢，在南达科他州不是有个总统山吗？那个标高那18公尺那个巨像，四大美国总统留在那边，没有他，因为那是已经早就成型了。在华府附近盖一个凯旋门，为自己盖定历史，人家会讲看的凯旋门是谁盖的，会这个样。你看到的自由女神像，那是法国这个庆祝美国
这个独立革命成功送的。那现在看了那凯旋门，知道这个地标是川普总统，他留了个这个东西。是，那其他人来看的话，你是不是好大喜功？那么多的这些基建，你把它停止了，然后你去盖凯旋门，你去盖宴会厅，人家会怎么想？对，因为现在媒体公开这个马上就会出来嘛。对，所以川普我认为他也会受到压力。虽然他就这一任，反正我就这一任了，我这一任干完不完呐。但是问题是，你要这个在历史后面会评价，就跟现在川普去评价当年的尼克森。对不对？那么久了，是这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还在做评价，突然翻历史出来了。对，是这个样子啊，都60多年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些现象，这个方方面面，川普在这一方面，他只是不说，因为他是个强人，但是他内心所受到的压力是存在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荣哲。再来看到现在呢，美国是不是又搞网络攻击，而且又被中国大陆抓到了吗？现在中时写说，抓到了，美国42款的网络攻击武器啊，袭击北京时间多重手段曝光。那这个时间出来之后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包括百度跟微博呢，马上上到热搜上面去。那里面提到什么呢？说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啊，现在破获了一起美国重大的网络攻击案，掌握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网络攻击呢，入侵了中国国家授食中心的铁证案件，攻击国家授食中心包括这时间序，从2022年的3月25号到2024年6月这一系列说一开始呢就找这多名工作人员啊，用手机窃取这些敏感的资料，另外呢包括了安全局多次窃取了包括登录的凭证，入侵国家授食中心的这个计算机。另外呢，包括了美国的这个国安局呢部署新型的网络作战平台，启用了42款的特种网络攻击预置这个瘫痪的破坏能力。那美国的 CAI 呢，对这一次的中国网络攻击的事件，它也这样子出现了，说把它披露出来，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年。好，那现在呢，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任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就说，美国呢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者。那现在呢，中国一直是美方网络窃密以及攻击的受害者，当时叫美方出来讲清楚，而且要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可是看得出来没有停止。好，那现在中美呢，除了在网络上较量之外呢，这样连海军啊也在中南海的这个海军呢也在较量当中。现在呢，南天门计划的新成员揭秘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这个中国的中航的西南天门计划另一个重磅的科幻装备紫火呢垂直通用起降平台呢亮相本届的直博会。那这个紫火呢拥有强大的载荷以及深远的航程，搭载了天穹智能的任务系统，而且还采用了分布式的电传飞控，还有故障自愈系统。好，另一方面看到的是海军舰艇在南海操演站位十足。解放军的南部战区跟海军的舰艇展开了多课题的操演，遭到敌军的这些舰艇的拦截时呢，包括了这些舰艇呢都可以全方位的追踪来做事。好，那现在呢，包括美菲的军演结束最后一天呢，中国也开始在黄岩岛附近进行操演了。那与此同时呢，美军的动作在哪里呢？美国的这个亚太部的这个双航舰包括了这个尼米兹号抵达南海，华盛顿号呢返回横须贺，都在做布局当中。另一个部分呢，美国抗中国大陆在这个太平洋测试的无人机结果呢惨遭老天的考验看起来这个火烧的这个考验。因为美军的这个在夏威夷测试的新型无人机有些在技术上在岛上的高温、潮湿还有咸涩的这个海风当中无法持续运作。所以被烤了嘛？被这个高温烤了，所以大家说，这个问题美军应该不能忽视。另一个方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搞不定中俄那白宫的发言人是不是失言了？因为询问说，这个双普二会谁拍板在布达佩斯了？好，那美媒呢直指白宫就被回向说是你妈选的。怎么会讲这种话呢？现在川普宣布了，很快呢将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呢会见普京。那根据这个赫芬顿的邮报的报道指控当时这个询问白宫，是谁选择了布达佩斯？传出白宫的发言人说是你妈选的。
那甚至呢，白宫的通讯主任呢还补上一句“你妈”，这个讲话真的是比较粗鄙一点哈。那甚至呢，现在包括了这个普京通话川普铺出了这个停战条件。好，那现在呢，要求乌克兰将交出顿内刺客啊，包括了这个2个高官透露，普京上周跟川普通话期间要求乌克兰完全放弃乌克兰东部的战略要地作为停战条件。那现在俄罗斯外长都说了，俄方不会跟美国跟任何人联手来对抗中国。俄罗斯的外长直接讲说，绝对不会这样子不会跟美国联手跟中国施压，此举无法想象。甚至说美国呢多年间曾多次试图将中国纳入俄美和这个裁军谈判，但中国有自身的明确立场。好，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这次美国又搞网络攻击，那又被抓到了。美国本来就是全世界网络攻击最大的国家，是它这一方面的技术也非常先进所以它在全世界各地，而且它不是只以中国大陆为目标，它的欧洲所有的盟友其实网络都被它渗透。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最大的网军。对，所以美国最喜欢惯常性的就是指控别人说，哇，你的网络又侵入我，你网络又攻击我，是不要故意瘫痪我的设施。那实际上美国自己最常干这种事情。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其实也不过就是把这其中的一项拿出来讲而已，揭露出来。那当然，美国绝对不会承认这是他干的，他就当作没看到。那想办法再用其他的方式看是不是再能够入侵。那我也必须说，你以为中国大陆就不会回敬吗？中国大陆当然也会想办法想要去入侵美国的网络，只是做到没做到不知道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永远不会停的啦。所以我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大家的网络安全都要好好的去守护。所以同样的，你看美中之间竞争如此激烈，那我们被入侵的，你确定一定都是老共干的？你怎么知道没有美国干的？是，对啊，我看我们就算知道是美国干的，大概也不敢讲，就当做不知道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很悲哀的地方。那网络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你以现在的结构来说的话，如果你的网络被人家入侵，大概所有的资料都被人家看光光，对，那你就完蛋。那中国大陆当然。他也不断的在发展他的各式各样的军武，包括也不断的在做演练。那在南海这一块地方，看起来现在就是美菲结合要对抗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态势。可是问题是，菲律宾毕竟太弱，菲律宾大概只能够用海警船这个层级的部分去跟中国大陆做冲撞，是他没有办法直接用军队跟中国大陆相向，这是菲律宾的实力办不到的事情。但是美国显然每一次就是利用菲律宾往前冲。那你可以注意到的就是，每一次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军其实反而是往后撤，他们都是用这一招，所以这就是一个骚扰性的攻击。那未来这个对峙的情况，我觉得还会持续非常多年，因为这就是美国想要做的事情。那至于无人机这一块，对，你看美国现在开始测试，因为注意到他为什么要测试在夏威夷最热，对，也不单纯的最热，是因为其实他们知道现在在第一岛链内作战对他们不利，所以他现在已经把主力迁到第2岛链甚至第3岛链。那他们已经预想到未来战争有一天可能是会在夏威夷爆发，所以他必须要测试无人机在夏威夷这种相对比较热的地方操作，他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当然你在热跟冷对每个机件的性能当然都会有不同的影响，是因为过去在俄乌战场上大概都习惯相对比较冷的这种状况，可是夏威夷的气候截然不同，又潮湿。大家不要忘了，台湾也是一个潮湿的地方，也是很热的地方。所以，如果美军的无人机会在夏威夷遭遇到麻烦的话，那我们跟美国买的无人机恐怕在台湾也一样会遭遇到类似的麻烦。也要注意哦。对，所以我们确定一定要跟美国买无人机吗？不能够去买一些其他的东西吗？因为美国的无人机在战场上已经被证实，甚至不如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好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要去思考。那我觉得川普这个政府现在越变越走中了，对，讲话很粗俗，对，就是居然有发言人会直接用这已经不是不客气，这已经有点莫名其妙。人家问你一个很合理的问题，问你到底谁决定在布达佩斯，对，结果你居然用这种方式去回应，讲的真的是很粗鄙，而且通讯主任还跟着再来一句，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第一个对记者极度藐视，那第二个其实也是对自己身份的不尊重，对。而且人家并没有问什么不合理的问题啊，他是问你说地点谁怎么选的啊？对，到底怎么你为什么要选在那里嘛？这个本来就是可以问的问题啊。所以如果他们是用这种心态去对付记者的话，你看最近赫格塞斯也发布命令，就是反正如果哪个记者敢写没有经过国防部同意的新闻，他接下来就会修理你，他甚至就不让你采访，那甚至把你赶走。
我觉得川普这个政府已经完全变了，变得不只是在国内搞民粹，而且他现在是要掌控所有的言论，他就是变成任何他不喜欢的东西都不准出现。我觉得川普把美国独裁民粹化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好，张将军怎么看呢？美国在南海这个一项的活动，他都强调它是自由航行，不管是空中的飞机也好，海面上的军舰。但是中国大陆对它的相应作为啊，现在是越来越积极，逢舰必跟，只要美国的军舰呢在这边活动啊，它的逢舰必跟，就军舰一定会跟。这样的话，接收它的一些电磁频谱，还有它的无线电的通讯也会被中共做接收。还有它这个军舰的，我们要军舰有它的声纹，有它的声纹系统也被做接收。将来包含这个资料会给潜舰哦。潜舰在下面不知道，他知道这是哪艘军舰通过。因为声纹他掌握了，是因为就好像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一个身份证字号一样，都会有差异，就跟你讲话，你的频率是跟人家一般人是有差异性的，就知道这是旺哲讲的话，他声音一听就听得出来，类似这个样子。然后这个美国在这一方面，当然现在美国的李米兹的航母打进群进入南海了，然后呢，他的那华盛顿的这个航母呢，那也在这个第一岛链是双航母活动。但中国大陆现在啊，我认为它有个趋势已经出来了。以前是逢舰必跟之外啦，现在逢舰啊，海空一起，一起跟啊，空中也有战机出来，它也有飞机出来，在那边做海空联训，甚至也对那个美国的军舰啊，也做勤收，就变成不是平面的这方面的，不是只有军舰对军舰，军舰对军舰了，而现在空中也来了，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变成立体跟监。立体跟监，你的舰在那边，就空中它机动快，你随时照了相或者收这些情资，它就走了。有时候派这个巡逻机，反潜巡逻机，对，反潜巡逻机，它的面大可以做啊。而且因为地缘战略的关系，在南海也好，东海也好，或者第一岛链也好，那中国大陆毕竟近，它直接过来，美国迢迢万里都来了，中国大陆在他家门口，地缘战略那么近，他一定会出动嘛。另外我们来看呢。这一次那个不管川普跟普丁也好，他的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对这个地点的选的你要注意到这个具有地缘战略的考量。这有考量。离俄罗斯越近，表示说俄罗斯在这方面是能够掌握的，这个我们知道影响力越大，是要不然跟你放得很远了，放到中东，放到北非去啊，因为大家都有邦交国，都是共同邦交国嘛。那共同邦交国为什么要选在离这个俄罗斯比较近的？表示对俄罗斯来讲是迁就于俄罗斯，迁就于普丁啊，难怪白宫不爽啊。对，你要不然的话，甚至我们到南美洲去谈嘛，那就变成美国占主场优势了。这个优势，这个跟地缘战略是有关系的。是为什么上一任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跟那个金正恩选在亚洲，你给我选远一点了，他是迁就金正恩，对，要不然金正你干脆到那个我们叫到中美洲来见面嘛，来巴西来加拿大，对，会这个样子，他有点迁就的感觉。那谁迁就，就是说谁在这个地方地缘战略上影响力是稍微大一些，因为毕竟这个北韩它是亚洲的国家嘛，对，所以在地缘战略北韩是占了一点优势，是这个样子。好，请教李教授。对，那我们知道那个泽连斯基才刚在白宫见过川普哈，那他是在上礼拜四抵达这个华府。那其实这个安排已经很久，那泽连斯基是有高度的期待，但想不到他的飞机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时候，白宫释放讯息说，川普已经跟这个普丁电话2个半小时，而且敲定2个礼拜以内要在匈牙利举行这个俄美的高峰会就继8月份在阿拉斯加。其实这一点对泽连斯基来说也是有点突袭。对。那泽连斯基他很希望能够在跟川普的会面当中传递2个讯息，第一个是普丁没有认真要跟我和，第二个是他希望拿到川普更多的武器装备的承诺。但我们也知道川普直接回绝，有点是让泽连斯基空手而回，尤其是他要了很久的战斧巡弋飞弹，因为是射程非常远。那川普公开的讲法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重要的资产，而且如果给的话，有可能会让战争升级。他说这战争该停了。不要再死伤了，这是川普一贯的这个逻辑，跟他对外所释放的一个政治的讯息。那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川普跟普丁交情还比较不一般，是从2月到现在，有些媒体统计，至少通话有公开证实不证实，可能通话8次，见面马上要第2次，这是在过去拜登任内不可能出现的事情。那现在卡在哪里？卡在说川普可能希望
俄乌双方能够在第一线战线冻结、就地冻结。那对于俄罗斯普京来说，乌东两个地区里面，两个关键的州，顿内茨克跟卢甘斯克。卢甘斯克基本上俄罗斯已经几乎全部拿下，是。那可是顿内茨克大概只有75%的土地在俄罗斯的手中，所以他希望能够更完整的这个控制。那现在这一方面，关于土地的、领土的、战线的冻结，还有战后的安全的安排，其实这是俄乌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川普在国际舞台的重头戏当然是 APEC 马上就要登场了。APEC 登场之前，美中的对抗要战要和，不断的有不同的节奏。最新消息是，包括了这个大陆的何立峰外长啊，跟美国财政部长啊，贸易代表通话了。人民日报特别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指出，美方动辄以加征高关税来做威胁，企图要挟中方，已经被反复的证明不是处理对华的正确之道。呼吁美方要回归理性跟务实。看起来双方现在正在往进一步可能有共识的方法来谈呢。其中稀土当然是重中之重。稀土公司在美国的公司表示，他们很担心大陆有没有可能会把几个重要的大宗稀土价格压到很低很低，那么完全切断对其他稀有稀土出口。这种做法呢，可能就在军事系统的武器里面的元素就不可取代，那当然就会影响到美国的断炊。而彭博社 Bloomberg 是报道认为，中国大陆加强稀土出口管制，目的当然是为了反击美国出口扩大到制裁企业子公司啊这些做法哦。那不正常的贸易现在成为正常了吗？9月的大陆稀土的出口年增7.6%，出口到哪里去呢？大陆的官员去访美国的时候说，我们可能现在正在准备缓解这样的出口忧虑吗？有没有机会？现在是此行，大陆财政部副部长等人在华盛顿的跟美国、英国、德国的见面呢，是不是就有机会有一个新的出口谈出新的对话的模式？现在有待观察。但企业界我们看到很多的美企到大陆去，想尽办法要找出自己出路的做法。其中库克又出现在了上海的苏河湾大会，他在会中大加的赞扬中国大陆呢，是他所看过在新创产业年轻的创业者里面的开发能力是最棒的。同时呢，在这个论坛上也强调了未来要跟这个大陆的所有的企业 AI 的新创产业加以合作。我们来看看他最新的谈话。There's a speed that China is operating at and a pervasiveness of using AI. It's not just the technology industry. It's all industries are looking at it and embracing it. I think the creativity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 has really risen dramatically and is so. 在辉达到大陆去似乎有点碰壁的状况之下，库克要把 AI 加速器引进大陆，看起来是利多比较多的吗？因为目前都还在整个审批流程里头了那库克也有很多的压力啊，川普要求他把供应链拉回美国啊，这可能就是在这些企业想办法要取得美中平衡的求生之道。不过呢，目前对于美国的状况来讲，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这位克鲁曼，他写了非常多的经济的巨作。那他评论美国跟这个中国的对抗，现在目前的最新情况是，美国已经完完全全的被川普搞砸了。川普政府的政策已经让美国永远无法追赶上中国大陆进步的实力吗？那么经济的成果如何？川普讲的一口我帮大家抢回来很多关税，赚很多钱。实际上呢，当然大陆最近热搜微博的昨天的画面是美国网络攻击大陆吗？这个新闻当然这2天在台湾也很热门，不同的角度了但说抓到什么呢？美国有42款的网攻的武器袭击北京时间。那么这一个美国国安单位特别用的网络作战的平台呢，把大陆所谓的授时中心这里有很重要的内部网络的系统
包括可以把整个电力、国家通信、金融、交通等等都把它加以管制，这很重要的这个系统加以攻击吗？甚至于可能具备有瘫痪、破坏能力吗？那么大陆的国家安全部表示，破获了这起网攻案，粉碎美方网攻窃密还有渗透破坏的图谋。所以显然，美中在对抗不止在公开的互相谈判代表上，还有私下更多的角力在其中。杨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出手稀土反制美国，它其实我觉得几个重要的因素3个。第一个，它也在反制，也在回击美国这段时间谈了4次的高层会谈，但是同时还在对中国大陆的企业做更多的管制，而且还长臂管辖，海外的子公司也要受到管制，也要受到制裁，所以这一切的谈的基础的信心都消失了。那中国大陆必须要回击。第二个，我觉得是，他也大概认为，科技战打到现在中国大陆在就是实力跟底气上面也开始越来越足够了，所以我回击你的时候，我不怕你制裁，不怕这个战争扩大。那第3个，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就打在你的7寸，我就打在你其实真的需要依靠我稀土的层面。现在不只是稀土。不管是轻稀土、重稀土这17项金属，中国大陆在成品方面大概占有90%的出口。我举个例子，2010年的时候，是国际媒体上第一次注意到中国大陆对日本采取稀土管制。稀土本来就是个全球都管制，因为它是军民两用，所以呢，它必须要经过每个国家出口都会有个管制。民用申请就要民用，你不可以用的军用，甚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可是呢，你这个稀土管制的快慢就会影响到你的产能以及你的整个这个供应链。所以到2010年的时候，它大概只做了9个礼拜，然后呢就恢复正常。日本从2010年开始就分散稀土的来源，当时90%依靠大陆进口，现在到了2024年15年之后60%。可是，一方面表示还是有60%需要大陆的稀土。可是另外一方面，这个30%其实根本就是澳洲挖出来的重稀土矿送到中国大陆去冶炼，然后成为就是重稀土的元素，出口到澳洲，然后再出口到日本。所以全球依赖中国大陆的稀土非常严重。我就举我们台积电好了，台湾的半导体，你这个就是晶圆的打光，那就需要一个日本一个公司几乎是100%的这个液体。但那个液体上面需要氧化铯，市场的铯旁边一个金字旁，那个100%来自于中国大陆。然后呢，你在电晶体的闸极上需要用到氧化镧来做电流的稳定，这些也都几乎是100%。所以这些问题都卡在这个脖子上面。那这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美国的企业，因为接下来这个科技战真的会，我一直认为的。从一个全球化、一个国际分工，慢慢的走向中美之间的2个半球化，尤其就是在关键产业、核心的这些产业、先进的这些制程，那慢慢的这些市场呢就会分开，人才也会分开，技术各自发展各自的规格，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关键的这些矿产、稀土还被中国大陆卡脖子，而且。这真的是卡脖子，所以我就把它叫做卡脖子大战。美国拿晶片来卡中国大陆脖子，但是呢，经过了8年的这个科技战，他们叫川建国了，自己至少在成熟制程已经影响全球。然后呢，在先进制程，你看到最近在深圳的这个半导体的展示会上面呢，其实新凯来就已经发布了好多项再加上之前在上海的这个展示会。就好多项，有30多项，总共不同的半导体的设备跟装置，所以它有底气，它现在有实力，开始在出手。这个出手是几十年来它的布局。最重要是，不只是稀土的产品，更重要是稀土的技术、人才、设备。西方各国这一段时间也开始在做自己的稀土的开采跟公司，可是呢，就跟台积电一样，中国大陆的稀土的企业。掌控了最关键的技术跟制程，还有人才，所以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这种科技战的对抗会走到真正越来越激烈的这种，就是等于是科技战。
周老师，我刚看到最新消息说，联合国秘书长宣布恐怕联合国即将要破产因为最大的欠费国叫做美国，也就是说全球化联合国大家一起共同决策、共好互利的模式早就已经被川普完全改变了。现在就是单独的决策，多极化的互相对抗吗？对，现在当然就看这个其他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要怎么样来救赎联合国。但如果他们真的出手救赎的话，那美国在全世界的这个地位会更加的这个衰落。但主要讲的就是说，在多边体系里头，美国的发言权会进一步受到限缩。所以川普要怎么做？我想现在大家都在看要不要出手救援？但因为事实上，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有一些人是高度的反对联合国的，他们认为联合国都是一些其他这些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然后就是跟美国来要钱。那美国如果出了钱，为什么不能做决定呢？还要受限于这个多边体系共同的决定。所以当然，为什么他们内部对联合国是一直有质疑的？我想是讲共和党内部那当然，现在讲到就是说，川普要烦恼的不只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苹果的这个CEO库克到了中国大陆去。那库克这一次去呢，其实我认为，当然第一个他展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在跟这个大陆工信部长会面的时候提到，苹果还会继续来投资中国大陆。那在3月的时候，他那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也提到，苹果会投资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清洁能源的这个基金。那不管如何，他展现的就是他要提出来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说，苹果会继续加码中国大陆。这个其实对中国大陆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讯号所以这个他来这一点当然会受到中国大陆的欢迎。不过与此同时，他也非常需要中国大陆。一般来说是现在来讲，主要两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嵌入式的 SIM 卡。那嵌入式的 SIM 卡其实是有一些这个手机厂商他们去发展的，就是说以后呢，我们不用再用那个实体的 SIM 卡，直接就嵌入在手机里头。那这样子，手机持有者他可以同时使用多个电信服务商他甚至要切换主要的电信服务商的时候，也不用再换 SIM 卡。那你可以想象，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方便的，对于手机制造商来讲，这个是可以更有效率的制造，或者说它的这个效能会提高。可是谁不满意呢？电信服务商。所以他这一次来就是要打通这个环节。那目前来看，上个礼拜10月17号这个开始开卖的这个苹果这个 Apple 的这个 Air 在大陆的这个版本它现在已经有3家厂商同意了，一个是中国移动，一个是中国联通，另外一个是中国电信。所以看起来他这一次是有一些收获的。不过第二个项目对他来讲可能是更是大项目是什么呢？就是 AI。因为苹果在今年2月宣布跟这个阿里巴巴，那之前他宣布的是跟百度，所以他现在2家公司跟他一起开发在中国大陆的大语言模型的这个 AI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苹果手机上使用这个 AI。但是你真的就算这2家公司是大陆本地的公司，你要去在你的手机上去使用这个 AI， 你还是要经过大陆本地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审核主要2个，一个是它的数据安全的问题，一个是你的内容的审查的问题。那这些其实都是大陆它的一个法规，它就是有这些规定，所以你要怎么样通过大陆的这些审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想在任何国家也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环节。所以他这次为什么来要在大陆待1周？其实主要就是要处理，就是要打通这个，为他继续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来这个发展，来寻求突破。那当然，他也要回到美国，还要面对川普，因为川普说你主要要投资美国你说要答应投资1000亿，到底落实了没？所以我想大家现在都观察苹果怎么样同时处理好跟中国大陆跟美国政府的关系。真是夹心饼干小舰长，王军的话题是讲最近在台湾也很红这一次说是美国发动攻势去攻击大陆的北京时间这个网络作战系统，怎么看？为什么要攻击这个对时的一个系统呢？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无论是军事或者是民生，那个时间点都非常重要。那如果时间点一拉开来的话，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无论是对于通信、金融、电力、交通、测绘或者是国防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失误或差距举个例来讲如果相差1奈秒，那实际上1奈秒也就是10亿分之1秒。那个
北斗卫星它的一个精确定位就会差30公分。现在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们要如此攻击，而且透过这样的攻击，它可以了解说，中国大陆是如何进行防御的啊。那这个部分呢，那其实我们在讲说，中国大陆它在做体系化的一个战争准备的时候啊，那其实它为什么明明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就是无人机、无人水面的那个舰艇到水下载具，为什么它要进行这一个跨域协同时钟同步算法？最重要的也就是在这里，也就是跟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时间系统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这个时间系统被攻破的话，其实我们也就不用再讲说有关于体系化建军的部分，而且这只是军方的部分啊。那至于说，例如说国家的金融的部分，那其实那会影响的层面更大。尤其是像股市交易的部分，因为股市交易到底是谁先下单买进，到底是谁先下单卖出，也就因为差的这个时间点呢，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交易的误差哦。那至于说，我们回头在讲稀土的时候啊，有关于这个稀土，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越抓越紧？其实我们想到啊，这一个有关于贸易战以及科技战是川普1.0，也就是他在上一个任期，也就是4年多之前他就想出来，想进行这样的一个规模的作战，但是呢，美国到现在从川普发动一直到拜登，现在又回到川普。美国已经出尽全力了，但是中国大陆呢，目前才刚刚开始要出力。然后第一个卡脖子的，也就是有关于稀土的部分了。那有关于稀土的部分，那中国大陆当然非常了解，美国也会透过其他国家进行转口，而且它不是要求每6个月要重新检讨一次吗？因为它已经检讨出来了。有关于泰国跟墨西哥这2个国家，它就是进行转口，讲的好像自己要民生用，最后它都会转卖给美国。所以现在美国中国大陆掐这么紧的原因在这里。来看看川普的最新对外的国际外交上的部署，有个消息是美军尼米兹号这个航舰出现在哪里呢？它从新加坡海峡穿越之后，进入了南海巡弋，这个打击群引起了很多的关注。这个动向，当然根据各种的媒体外媒的报道都认为这个所谓的部署都在印太区的华盛顿号航舰同一天返航到日本的横须贺都在推测，因为川普要去 APEC 之前要先到日本去访问嘛。虽然现在日本首相的这个确认是不是还有点变数，还没有完全确认，但显然川普就已经用各种的军事调度，先为自己访日来做准备吗？那么还有包括了万吨大驱055的驱逐舰，现在报道出来说有很多新的技术突破，在美中军事上也有各种的秀肌肉，而这个055的新技术呢，包括了把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有些关键的技术雷达啦，这些专业待会可以让小舰长帮我们分析。所以这些专业的技术里头呢，让美国也不敢掉以轻心，更是互相在军事上面要又做各种的对峙。虽然川普只说哎呀他喜欢传统型的，但当所有的技术现在正在往更高科技去的时候，川普的做法，现在美国的军人是还拿不到薪水的，正在停摆的。所以像印尼好了，军购清单上也不见得老是只有美国军武可以买咯，他是让大陆买歼10的战斗机吗？那么现在根据印尼财政部批准使用外国贷款的资助要从中国采购3种防务系统的计划，总额大概是950亿台币左右，像歼10啦这些的这个红级的22型导弹快艇等等的啦，都在项目之中。但川普对委内瑞拉还是没有准备要松手的意思，他继续表示，目前呢在加勒比海这附近对毒枭船舰的攻击，27人死亡。那他说强调他把2个幸存的人分别送到厄瓜多、哥伦比亚，把他送回去了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强调他已经阻止了至少2.5万人美国人的丧命，拯救了不知道从哪里来他的计算
2.5万人的丧命，继续要往委内瑞拉哦。他虽然提出了很多的妥协条件，他不接受，还是要继续进一步的施压吗？那么包括了在委内瑞拉北部空域看到了罕见的联合打击训练，这里头呢包括 B-52战机挂载实弹的护航的模式，都认为不寻常。川普到底要干嘛呢？那回应美军的各种集结啊，还有这种斩首计划的出现，在媒体上报道了哈。马杜洛委内瑞拉的总统是下令进行了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动员了包括军队、警察100万民兵啊。那现在有23州有20个进入了军事动员的状态。那像这种美委的紧张，委内瑞拉当然在整个军事实力上没有办法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呀。但是美国驻千里达的这个大使馆已经警告，要远离相关的美国政府设施，因为担心可能还会产生的冲突攻击，就算没有办法直接平衡的对抗，但是风险性还是很高的。现在川普把重心放在哪里啊？其实在普京啊，他们双方说下一个促成和平的就是俄乌。两个人通话呢，内容更多的讯息是包括了要作为什么停战条件是什么呢？普京要求要把顿内斯克来割让给俄罗斯吗？两个人的通话这些做法，当然呢，还有一个航线啊，这个针对普京跟川普共同的友好的路线等等呢，这种奉承帮他祝寿了然后又说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大大的错误等等的泽伦斯基情何以堪？所以他到美国去碰了一鼻子灰，他希望能够提供战斧飞弹，仍然抱憾而归。现在川普是直接说我没有，我们自己要用没有要给你同时也说我们希望你就停战了没有希望你们再继续打下去的概念。但战斧飞弹当然很重要，它可以搭载核弹，射程2500公里。只有它对于其他的原物武器它是非常关键的。所以现在川普看起来已经态度非常的明确，也没有要继续往乌克兰这里再送任何弹药的意思。杨老师。美国派了2艘航空母舰，一艘进入了南海，一艘进入到日本的横须贺港，这是惯例。美国总统出访一定航空母舰先行，就一艘航空母舰打击群会到他出访的附近，所以川普会在这个月的26到28到马来西亚出席东亚高峰会，然后呢就飞到日本，然后就会到韩国。所以连续3个地方的访问，他都需要，因为时间很快嘛，他航空母舰来不及这个26号到28号在南海，然后赶快结束，赶快一起到这个日本跟韩国的海域，所以他需要2个航空母舰群。这个是过去所有的美国总统就是出访的时候大概都会有这样子一个军事上的这个部署，那这个是一个惯例。但反而我觉得这一阵子，尤其是当就是93的阅兵之后，美国的航空母舰其实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出现是在减少当中也就是说，它不管是航空母舰以及其他的这些这个驱逐舰或者是军事的这个存在，都在减少。那这次因为这个老板要来了，当然呢，航空母舰先来，那因此也不是太不寻常了。那跟委内瑞拉这个就是一直以来，它现在从9月到现在这个整个对峙已经是从9月到现在，大概有8艘驱逐舰，然后呢1艘核子动力潜舰，然后数十架10架左右的 F-35，那现在就来甚至战略轰炸机 B-52，我都不知道这个川普要打什么打委内瑞拉？那还是说他是要军事兵临城下，要作为一种威慑？那可是不知道。可是呢，他最近要把这整个南方司令的这个司令4星的海军上将给换掉，因为大概因为他是黑人裔，还是说他是DVI 这个类似像这样这个身份，然后在这个就是委内瑞拉军事行动上跟川普跟白宫不同意见，不清楚。可是呢，他要马上的下来，现在又在增加，5艘船已经被打沉，大艇、小艇、大船、小船。现在这一次据说是一个潜舰，我不了解这个贩毒要用潜舰来运，那个成本很高吧？然后潜舰里面只有4个人，2个人还被抓起来。这个行动其实蛮特殊的，而且他所有都用军事的来。到底你川普要对委内瑞拉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大家都在等待，是不是等那个四金上将换了之后呢，他就要开始采取这个动作？那所以我们过去对川普说，这个人不喜欢战争，他喜欢拿诺贝尔和平奖。可事实上，他上来之后呢，他对于战争的处理没有能力，然后呢，打伊朗救以色列。那同时，你看到在加沙地区，他持续的过去这两年呢，从拜登到川普，卖给以色列大概超过200亿美元的炮弹，都在杀就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那现在他是说他取得和平，可是现在问题又在江池的那边。那目前这个委内瑞拉的情况就变得很特殊了，也就表示说他到底接下来会不会动手？如果动手，你要怎么样的动手？这变成一个大家在质疑美国的门罗主义啊，是不是让自己的后院呢，不许任何人挑衅川普这个国王的权威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陆的万吨大舰055现在被形容是指直接核心能力是比航母还可以并肩的这样子可以 PK 的状态，很多的新的技术，请小舰长帮我们分析。其实航空母舰最厉害的是它的舰载机，它的本身当然有其他的设计啊。那但是如果以攻击手段来讲的话，它当然是比起这个万吨驱逐舰了。我们讲这个万吨驱逐舰呢，也就是055，它其实我们也是到了今年，央视它直接的官宣13000吨，我们才知道它13000吨。它其实以前我们大家都研判它是12000吨。那其实我们看到啊。万吨大驱本身它就有非常多的黑科技，例如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也就是真通导抗一体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不是把所有的这种天线通通包在里面就 OK 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它的电池它有相容性，还有干扰以及耐受性的部分。那这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哦，也就是当大家去唱 KTV 的时候，是不是2个麦克风对在一起就会有那种声音？对，那个就是电池干扰。那它要如何的避免？像我们刚刚讲到说，它这个真通导抗其实就是侦查通信，然后以及导航与这个电子对抗，就是电子攻击以及电子防御的部分啊，它全部整合在里面。那我再举一个相对应的例子啊，也就是美国的圣安东尼奥级的船坞运输舰啊，它的第一批13艘全部也都像这个样子，可是呢，第二批又没了，回到原来的这个传统桅杆。为什么？因为那家公司倒了，那其他公司没有能力做到可以我们刚刚讲到，无论是耐受性啊，或者是干扰的防御的一些抑制啊，所以也就变成说它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其实呢，我们讲到万吨驱逐舰，它还有别的很重要的部分，例如说，我们看到前面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到高功率微波的部分。那其实后面这一段呢，大家又很少讲了，因为现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一个有关于高功率微波的部分，后面这是什么？这是米波雷达。米波雷达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其实它在录用的时候是长成这个样子，是我们一般所讲到的 JY26 的这种雷达。可是这种雷达装到这里怎么装？因为它原来我们原来看到的是这样，它运输的时候就对折，你把这个尺寸，这是我量过的啊，也就是它这原来有另外一张图，它是靠码头的时候，你可以从卫星上面看到它的一个缆装的距离，然后对应这个卡车，它也是公开的资讯，你一对刚好塞进去啊。也就是说，用米波雷达有什么好处？也就是它可以征收到这个逆中的战机或者是舰艇。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没有拿到，看是俄乌战争，现在用其他的方法来解决，泽伦斯基的处境非常的艰难。对，泽伦斯基这一次满怀希望到了这个华府去跟川普见面，希望拿到这个战斧飞弹。那最后川普就是2个人谈话之后说，他这个用语也非常的这个微妙哈，他说他们不在这个对外新闻发布上谈这个事情，所以他并没有完全否决，只是现在没有。我觉得应该比较精准的解读是这么一个状况哈。那么为什么呢？
有记者问川普说：“那你这个你是不是又被普丁耍了一通啊？就是普丁说要跟你见面，然后用这个来拖延时间呢？”川普说：“其实他有时候他也是会用这一招啊，而且这一招往往是蛮成功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谈判专家。那当然，到底是谁玩谁，我想这个只有未来可以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不管如何，泽伦斯基跟川普讲说，他认为他希望用这个。”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换美国的战斧飞弹，然后呢，川普点头，但是也没有承诺说要给战斧飞弹，所以战斧飞弹的这个选项呢没有完全排除，但是现在没有出来，现在没有落地。那所以当然一切的关键都在于川普跟这个普京在布达佩斯的见面。那当然现在到底普京跟川普在布达佩斯见面以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在等着看。可是呢？在普丁要去布达佩斯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复杂，为什么？因为欧盟基本上是禁止俄罗斯的航空公司飞行的，所以他必须要先确定说普丁什么时候要飞，然后这些途经的国家要给予他特别通行，他才能飞去。所以这个会面没有那么单纯。